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北海道知识丹提。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高雄市的甲仙。那甲仙这边有名的就是蚵仔冰啦，应该好久没有来过这边了。因为南横居居之后啊，就几乎没有来过这边。今天既然来到这里了，那当然就是走一趟南横啦。不过在进南横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吃冰吧。南横公路全名南部横贯公路，简称南横，为台湾3条重要的横贯公路之一。若观看 Google 地图，南横公路的起点为台南市中西区，终点为台东县海端乡。不过，在我记忆之中，南横公路的起点与吃的是息息相关。入口处的台南玉井是台湾著名的芒果产地，每次经过总是会来一碗芒果冰。而离开玉井之后，再往前开一段路，便会到达高雄的甲仙。由于单体对于水果一向不那么的有兴趣，所以相较于芒果，这里甲仙的玉冰在儿时的记忆中就是属于我的南横公路起点了。在我后面呢，这里就是玉山国家公园的梅山游客中心。再往前开就会到梅山管制站。现在南横呢，我记得是今年5月多开放嘛，但是可能前阵子又有一些大雨啊，它现在是有管制进入的。基本上可以进去的时间呢，就是只有135跟假日，那24是没有办法进去的。然后135的话，每天可以进去的时间呢，你要在12点前要进入梅山管制站，那在下午5点之前呢，要从另外一头出去。等于说，它现在整体的入山的量啊，都是有做一个管制的。哎呀，本来以为管制站是会有公务人员或警察的人工站岗，但看来似乎是个不太明显的栅栏，气息隐藏得很好呢。就如同刚刚说的，由于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，导致南横受到暴雨的侵袭而中断，这一段就是漫长的10年以上岁月，直到2020年。西部段仅能通行至105K 处的梅山口，而东部段则仅能到达149K 处的向阳。不过还好在老天爷的赏脸以及众多施工人员的努力之下，总算南横公路于2022年5月1日，在睽违了13年后全线通车，而我就很幸运的搭到了这班顺风车，得以来抢先体验一下这条号称壮丽又原始的南横。天池号称通往天堂的路口，也是在今年5月之前能够到达的南横公路最深处。本来想停个车下来走跳一下，但不愧是刚通车的热门景点，要找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，就像单体要上天堂一样的难啊。虽然只能匆匆路过，但经过天池仍是有着指标性的意义。除了跨越了之前的终点之外，从此处开始，我们也正式进入了南横公路东段，踏上通往台湾高山之美的天国阶梯。不过嘛，在台湾出来玩塞个车，我看是挺合理的。趁着前方施工堵车的空档，下来感受一下仿佛不属于台湾，带着高山气息的清凉空气，让身心好好的放松了一下。
且听着热心的人一台台的跟大家分享前方的路况资讯，果然人真的是台湾很美的风景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台湾人啊，对于出游的行动力确实也是让人惊呆了。结束了施工段的小塞车，穿越带着湿气的关山隧道，随着隧道口的光芒，映入眼帘的将是南横公路东段最著名的垭口至向阳段。与刚刚在天时相同，在不甚宽敞的山路中，充斥着临停与走在路边的人。顿时是有点消减了我下来走走的意愿，再加上车位实在难找，所以我们临时决定还是在车上观览这段著名的南横风景吧。从垭口下行至向阳，悬崖峭壁、陡峭峡谷、高山林相，在夏季时仍然舒适凉爽的气温。让这段高山公路，无论是步行、脚踏车行、机车行，亦或是车行，都值得细细体会。当然，如果人不要这么多，就更好了。在我记忆中的垭口，通过大关山隧道之后，以前似乎有个超大的停车场。过去每次到达这里，在海拔2722之下，气温总会骤降了10几度。附近则有不少卖黑轮的小贩，以前还不是叫关东煮呢。那时买个黑轮米血，盛上一碗热汤，温暖又寒冷的看着台湾的高山云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。可惜啊，年少时不懂得如何体会。今日的南横风景依旧壮丽，但感动的点却有点不同。在折服于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外，更多的是那种走在记忆的道路上，回忆画面一帧帧涌现的感觉。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，就地重游，却仍然能够历历在目，心中不禁在呐喊着：今日能够再跑这么一趟的南横之旅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我们终于跑完了整个南横公路，算是最有名的路段，就从关山隧道开始，垭口一直到向阳这一段，沿路上满满都是车，根本几乎没有位置可以停下来走啊，所以有点可惜。
风景非常漂亮，但是就只能在车上边走边看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做摩天，好像有点印象了，偏南横，大概搞不好20年没有来过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底下呢满满全部都是种高丽菜。我们在这边呢稍微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呢就继续把这个南横公路给跑完吧。结束了最精华的垭口向阳段，离开停车尿尿的摩天，真的觉得台湾人挺暖心的，即便没在店内消费，依旧能够借个厕所，这在日本的私人商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果然，台湾最美的风景就在这里啊！虽然已经过了午餐时段，但仍然忍不住饿，转进南横东线后段的力道部落来寻觅一下午餐。不过，似乎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现在部落不对外开放，高山热炒店的选择也就只有眼前这家了。唯一的一间饮食店，那就自己吃吧。以前这种山中的路边料理，通常也就是普通味道，但在离开台湾3年后回来，吃起来的口感竟然完全不同。高山高丽菜的那种清脆爽甜，即便老板似乎忘了撒盐但在口味上也绝对是吊打日本的高丽菜好几10条街呢。香香脆脆。离开力道部落，位于力道至出来之间的乌路峡谷，应该就是南横公路的最后一个大景点了。这段峡谷呈现 S 型，由水切割出的岩石地形，随着道路蜿蜒，气势磅礴。周围有着台湾原生种的荷叶松以及枫叶点缀，可说又是大自然的一次鬼斧神工。面对这一路的大景，才发现自己的国文能力相当低落，都已经快想不出新的形容词了。随着进入海端，介入台九线，这趟的南横之行也即将进入尾声。沿着台九线行驶，似乎有个可以展望花东风景的高台，我们就到那，用漂亮的纵谷平原来帮影片做个完美 ending 吧。经过大概6个小时左右吧，那我们总算呢是跑完所有的南横公路。那这个南横公路呢，从88风灾之后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封起来的状态啦，就没有机会可以走。那这次很难得，在今年5月，它重新开放了，就趁着这一次回台湾的机会好好再把它复习重温一下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到的是台东的鹿野地区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好像是什么台湾国际热气球展跟一些滑飞行伞滑翔翼的地方。然后它有一个高台的展望区，好像可以看到蛮漂亮的花东纵谷的样子。那作为今天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就上去绕绕吧。鹿野高台位于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交汇处的狭长谷地，突出于花东纵谷平原，视野优秀。登上制高点的凉亭，可眺望卑南溪与鹿寮溪的交界，再往远方望去，更可一览纵谷中的农田景致。整个视野可说是充满了台湾的生命力。由于此处同时具有山岳与平原，除了秀丽的自然风光，更是飞行伞、滑翔翼等空中活动的热门去处。每年6月至8月，在台东享誉盛名的热气球节，就是在这里举办。此次前来，虽然没办法看到闻名已久的热气球，不过眼前的这幅风景构图，蓝绿白的完美调色，早已让此行没有遗憾了吧。
今天的云和蓝天真的很漂亮。我觉得台湾的东部啊，真的不输北海道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那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，我们就下个影片，下周。本来影片在刚刚就要结束了，但是呢，台东呢刚好看到我们住的附近呢有一间很有名的大肠包小肠，据说它已经开了40年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点一下，吃看看，因为它的辣酱哦是蛮有名的。老板，你们做很久了吗？做很久，要快50年。快50年了哦，太酷了。对。听说你们那个辣酱是不是很厉害？这边呢？哪边？哦，已经有电视台来拍过，对不对？对，问水饺、问鸡肉、猪肉都很荞面都很好。现在吃的没有吃的可惜。啊，你们都没有涨价哦，现在还卖50块这样。哎呀，老店了啦。有空啊，1000万要搞好，1000万要搞好我不买。你先食看卖嘛，你先食较，看你先食较买嘛。不要紧啦，先吃看卖啊。好，我先吃一口啊，吃完这一口，这影片就结束了。下一个。你这酱没卖哎，好吃。好了，那个老板啊，一直逼我们先吃一口啊，我就给他吃一口。真的不错，他那个辣酱啊，就是甜中带一点点酸，然后又带一点辣，然后还有那个香菜的味道，就基本上4种东西都融合得很好，算是很不错的辣酱。对啊，大肠也很不错，香肠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有吃台湾的香肠了，就是总觉得香肠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习惯。OK， 好了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真的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是单体，我们就下个礼拜下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 B 下面吗？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